啦，熊猫基地，天泉服务区有这个熊猫牌子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雅安市，然后天泉县，这里是个天泉服务区了。今天呢，算是正式开始我们的318行程了，耶！我哋馬上就進入呢個318啦。我哋呢一段咧應該係最後一段高速啦。啱先我睇咗我哋個行程里程數咧，而家應該大概開咗大概2800公里嘅，從呢個廣東咧就到呢個四川啦。咁我哋咧下一段咧就係正式踏入318，即係川藏線嘅範圍啊。咁呢一次川藏線嘅自駕之行咧，對我嚟講亦都係有一個特別意義嘅。就係喺我大概喺2011年嘅時候啦，就曾經係單人單騎啦，就踩過呢一個川藏線嘅。咁我呢一次川藏線嘅自駕之行咧，亦都係想順便借呢一次嘅行程嚟回憶下啦，同埋紀念一下嗰一次嘅單車之旅啦。咁就順便會喺沿途中都會講翻一啲嗰次川藏線之行嘅一啲感悟啦。咁希望我哋呢一次自駕之旅會順利啦。对，然后看一看你之前停过那些点儿呀，什么小旅馆呀，都还在不在？回忆一下当年曾经走过的路。没错没错，这可能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。对，希望我们这次行程顺利吧，耶！二郎山，走过去估计算是正式进入高原地区了吧。现在新沟村这里还是蛮热的。你看这个村子啊，也没什么人啊，应该是跟你10多年前比人少了好多。估计高速开通之后，就不会在新沟这边住或者吃饭了，方便了很多，所以估计人都搬走了好多。你看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新沟村没落了，没落了。没有高速的时候，大家从318出发的话，走318的话，都是会通过新沟村。那时候也蛮热闹的。现在你看，好店基本上一大半都关门了，你看没几家在做生意开着了。呢度車來車往嘅地方呢，就係新溝村啦。以前如果從成都出發走川藏線嘅話呢，呢度係318嘅第一站嚟嘅，其實係。從呢一度呢，就會翻過第一座山啦，二郎山。咁而家呢，都係走隧道噶啦，就好容易行嘅。咁因為有高速嘅關係咧，新溝村呢度咧都沒落㗎啦，大部分人都係從高速過去，就唔會經過新溝村嘅。以前我嚟新溝村嘅時候，呢度其實環境都幾好，都幾靚嘅。咁嗰陣時咧，仲有一間騎遊之家叫做，我覺得都住得幾舒服嗰陣時。咁而家睇下新溝村嘅環境咧，都感覺佢有啲沒落啊，啲屋啊啲嘢都比較舊啲。咁我記得新溝村呢度呢，仲有一個水力嘅發電站啊，我之前都有影低嘅。咁我哋4位逛一逛之後呢，就會上二郎山啊。我哋會喺二郎山隧道嗰度再停一停。本来我们中午还想在新沟村停一下吃个饭，阿文想怀念一下当年318第一站出过的小村庄。但是就是路两边那些餐厅上面写着什么餐馆啦、炒菜，然后老板都在里面，已经连着问了3家了，都说没有吃的了，应该就是没什么游客在这边停留了，所以干脆就不做生意了。就是这个高速开通之后没落的新沟村了。200米后靠左上坡，这个下面就是新沟村的水电站。进二郎山隧道了。原来这个高速是可以到康定的，然后前段时间塌方了，所以现在这个高速只能到泸定了。向右前方进入匝道。好堵呀，这块。由於前段時間呢個山體滑坡啊，所以從泸定到康定呢一段嘅高速咧係封咗嘅。而家所有車咧都被逼係要從呢個泸定呢度落去318，所以非常之塞車啊！啱先我哋喺新溝村嘅時候咧，
搞錯咗一件事啊！我以為從新溝村嗰個高速路上去二郎山隧道呢，就係去翻我以前318嗰個二郎山隧道。原來大家都係二郎山隧道，但係唔同嘅兩條隧道㗎。二郎山呢，對騎行嘅人嚟講呢，係有一個特別意義嘅。佢係318第一座山啦，雖然係山仔啊，但係喺對於如果唔係成日爬山路嘅人嚟講呢，係第一個挑戰嚟㗎。咁所以對騎行嘅人嚟講，二郎山呢係一個幾特別嘅存在。啊，终于从高速路出来了，好堵呀！反正怎么讲，刚刚排队也是，其实大家遵守规则，一个一个过，快着呢。我觉得，反正就是一会儿有人插队，一会儿有人插队，然后就搞得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。终于回到318上面了，芒康应该就进藏了吧？应该还有好远好远，照我们的速度。今天天气真不错，看见这种蓝天白云啊，心情就好。我哋已經嚟到咗瀘定啦，前面呢就係呢個好出名嘅瀘定橋。呢一度呢，完全都係靠呢一道橋而興起㗎啊！而家見到啦，呢度橋嘅附近呢已經變成咗一條步行街啊，專門係攞嚟吸引遊客嘅，全部都係店仔，遊客要買嘅嘢呢度呢應有盡有啊，飲食乜都有。好熱鬧啊都，而前面呢一個位睇到好多人行嘅呢，就係瀘定橋啦。對於飛奪瀘定橋呢，大家都好熟悉啦。咁瀘定橋下邊呢一條河呢，就係大渡河啦。呢度呢，就係瀘定橋對出嘅觀音廟啊！我以前嚟呢度呢，就係得上面呢一紮觀音廟嘅啫，下邊呢一座建築呢係冇嘅。而家下邊呢座呢係新建嘅，將佢連成起嚟，睇上嚟呢就係一個好大嘅建築物啦。呢度呢就係瀘定橋嘅入口啊，當然就係要排隊買票噶啦。但係因為條橋呢就冇幾大嘅啫，所以就要實施限流啊。所以嚟呢度嘅朋友呢，應該要預下時間嚟排下隊啊。排隊嘅人都頗多嘅。嗱，如果你嫌人多的話呢，唔想入去呢，咁就可以喺側邊嘅小購物商場度呢，就有個觀景台嘅。咁從觀景台呢度呢，就可以好清楚咁睇到瀘定橋啦。你見到而家瀘定橋上面呢，係好多人嘅。其實橋呢就係咁嘅啫，係一座鐵索橋嚟啊。咁大家應該係上去行一圈㗎啦。嗨，大家好！我现在身后这里就是大渡河，然后那座铁索桥就是泸定桥，就是长征那首诗里面其中一句"大渡桥横铁索寒"就是这里了。你现在看觉得这个铁索桥不是很长，然后那个大渡河也不是很宽，水流也不是很急，但是我觉得放在当年的话，可能也是一次蛮险的战役的。但是这个泸定桥就是因为这个铁索桥估计是承重有限，然后那个排队人会非常多，因为它限流嘛。然后我们现在去排队看看有多少人吧。如果人不多的话，还是进去看一眼了，耶、哇！排隊嘅遊客都好多啊！見到阿肥毛喺度排緊隊啦。喺以前呢，呢條河岸邊呢係一條孤零零嘅河岸小道嘅啫嚇，係冇任何嘅商店嘅。但係而家呢，就已經係成為發展成熟嘅商業街啊！而家瀘定橋呢度個門票呢係免費嘅，但係入瀘定橋之前呢，必須要買一個5蚊嘅保險，即係你可以認為佢呢個門票就係5蚊就得啦。而且排隊速度也挺快的。如果要行呢座鐵索橋呢，就最好唔好有畏高啦。如果唔係一陣都幾驚下，聽講都幾搖下嘅。嗱，呢個呢就帶咗隻狗上嚟，結果隻狗呢就唔願行，唉，何必呢？
所以咧有畏高嘅人咧就最好唔好上嚟啦。好搖噶，睇到四周啲人咧都係咁搖弓啊！咁我就唔知道辛辛苦苦上嚟為咗乜啦。睇住前面呢個，其實呢啲橋咧要企得穩係有個巧妙嘅，就係要沿住橋搖擺嘅幅度咧嚟行咧，咁你就穩好多啦。其實真係高咧就唔係好高嘅啫。嗱，而家我已經行到呢個橋嘅出嚟一點點啦，就可以睇到大渡河啦。前面好多人啦。佢因為兩邊嘅搖動應該係比較厲害嘅，所以咧佢就禁止遊客咧行兩邊啊。我已經成功走咗去對岸啦。哇！對岸，我睇下可唔可以翻去先。暈低啊！過咗嚟盧定橋呢一邊咧，我先係發現我之前嚟嘅時候咧係喺呢一邊嘅，因為我記得我嗰陣時影相咧喺呢個牌度影，就影咗呢個牌個位。排咗差唔多成20分鐘隊，終於翻上嚟啦！我強烈建議過嚟呢度嘅朋友咧，最好就係單程行到差唔多盡頭嘅時候咧，就直接返航啦，就免得喺對面咧又排多次隊啦，真係有啲浪費時間。我从泸定桥上下来啊，当然只走了一半我就折返了，因为我觉得晃得太害怕了，而且它那个我是觉得设计有问题，它是这样两头放行，中间只有3块木板可以踩，它不让你走边，所以导致就是你看这样两头进的人对头进的人，然后他就都踩那3块木板，然后你踩2块，然后边人就不停的就扒拉你。然后就会很害怕，我觉得，希望还是人流量不这么多的时候再来吧。然后来的时候一定小心点。其实我倒是觉得边儿好走一点，因为它有那个铁索可以扶。对，然后我是从边儿那个走了2步，我是觉得完全没有中间害怕。呢個係大渡河嘅河景房啊！呢度係盧定橋嘅停車場啊，但係佢停車場咧就好細嘅，經常性都冇位。如果冇位咧，只能繼續向前開啦。向前面開咧就有啲野生嘅停車位，就20蚊1個鐘嘅，唔係20蚊1次。但係喺呢個官方停車場咧都15蚊1次，其實係差唔到幾多噶啦。因為佢地方細啊，所以將就下啦，只能係3架摩托車啊，呢個摩托車隊嘅。摩托車隊咧就同我哋騎行一族咧就另外一個流派嘅存在啊！咁樣睇都好型啊！呢3部車，山100咧，因為山路好多啊，開摩托車咧亦都係一個好艱辛嘅挑戰嚟啊！摩托車騎友嘅暗號啊，總係喺後邊放隻熊仔啊！又有2個騎友過嚟啊，真係犀利啊！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康定了。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有关注这个交通路况。之前因为什么塌方、泥石流吧，反正现在还是在道路维修，短短的60公里都要走2个多小时。希望一切顺利吧，希望今天早点能赶到康定吧。刚刚从泸定桥景区出来之后，两边都有卖这种蜂蜜李子的，10块钱一筐，一筐有3斤，很甜很好吃。然后出来的话可以买一点。汁水特别多，很甜的，很好吃。你看现在318的路修得多好的啊，挺好走的。这里可能是之前塌方，然后在修路的地方，之前一直就很堵，可能就是这边。没错没错，塌方就是在这个，这里就是塌方的位置。哇！所以我们前几天看那个交通信息，一直都是只要50几公里要走3、4个小时。然后昨天看那个那个地图上面那个什么实时播报、什么实时聊天室的，走了9个小时还没到，还挺严重的，真的是。还好现在通了。
还好现在通了。对。小天都隧道，是你以前骑车的记忆吗？对，以前骑这个隧道好像是没有灯的，那时候过这隧道还挺恐怖的。哇，如果现在你看现在隧道这个车流量多强呢？我那时候骑没什么车的。如果像现在这个车流量的话，骑车的人估计是破街了。现在318很繁忙的嘛，你看一路上各种小店，什么做生意的，对呀，很繁华了，现在已经。这太难受了，如果骑车的话，你看这个车流量。你去这边路边，在这个马路上骑，不是在这个道上骑。嗨，我们已经顺利到达康定了，没有进那个康定主城区住，因为我看那些住宿评价就说主城区非常难停车，所以呢，我就订了一个靠近国道边的一个小镇上的一个住宿。这里属于康定，但是就是没有在康定城区，是这样子的。就是我刚刚还拍那段视频说，哇，这里好繁华，一个小镇这么繁华，就是这个地方了。然后明天我们有时间的话会去康定城区逛逛的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谢谢观看，拜拜。呢一間位於康定城區外嘅酒店啊，環境唔錯，160蚊包停車嘅。即係而家啲藏民咧開嘅酒店，完全嗰個水平都好高啊！有呢一個級數咧就已經好難得啦。宝子们、家人们、老铁们，动动各位发财的小手，一键3连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耶！